你以为在美国当房东就是收房租，躺着赚钱吗？错了，在美国当房东，一不小心就成为了违法者。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，房东最容易踩的10个坑，您中了几个？美国华人房东最容易触犯的10条法律，您是不是全踩了呢？不退押金或者是扣得没有道理，很多华人的房东习惯押金就等于赔偿金，只要房子有一点脏，家具旧一点，就想全部都扣。注意了，每一个州都有规定押金要几天内退还，还有写明原因，乱扣1分钱，租客就有权告你，还能3倍的索赔。还有随意乱进房子，有些华人房东他说：“我又不是陌生人，我是房东。”他觉得他自己是房东就能随便乱进租客的房子。对不起了，美国法律保护租客的隐私，你在手也得提前24小时通知，不能随便开门进屋的，不然就等着吃官司。不修房子还要怪租客事多，有些房东的房子屋顶漏水了，电线短路了，暖气罢工了，不是租客在挑事情，是你在犯法。房东有义务保持房屋安全的可居住，否则租客可以拒绝交房租给你，甚至告你失职。有些房东不签正式合同，或者是用中国的合同，而且的话还在用中文随手写的租房协议，在法庭上面是可能一文不值的。合同必须清楚的列明租金、维修责任、押金条款、搬走的流程，最好是用州法律认可的正规的租约模板。租给超载的家庭、分租、非法改建。一套房住8口人，客厅隔板还当卧室，如果违反当地的居住人数或者房屋结构的规定，你可能被罚款、强制的整改，甚至吊销出租的资格。有些房东是非常的歧视租客的，你可能都没有意识到。房东可能会不租给带小孩的，只想租给中国人，最好是不要带宠物的。这些话在美国是犯法的。根据公平住房法的规定，不能因种族、宗教、性别、家庭结构等歧视租客。有些房东偷偷的安装监控，或者是偷看，在室内安装监控，在租客不知情的情况下监听，这是严重的侵犯了隐私，严重的话可能会坐牢的。房东收现金不报税，你以为收现金就查不到吗？一旦租客不爽的举报你逃税，IRS 就会找上门，一查一个准。不买房东责任险，租客在你家摔伤、被狗咬、电火漏电受伤，如果你没有保险，你就得自己赔。房东的责任险是你的保命钱，不是选修课。没搞清楚租客的权利，还有自己的权利，很多房东吃亏不是因为坏，而是因为他们不懂法律，不知道怎样合法的驱赶客人。他们不懂什么情况下可以涨租金、收罚金、请人走货。怎么避免踩坑呢？首先要学习基本的房东法律常识，签正规合同，保存好记录，买好保险，别省小钱赔了大钱。按照美国的法律，租客一旦欠房租，房东就得发3天的通知。如果用1楼或者是电汇收租，麻烦就大了。租客中途给你转个几百块，你的3天通知
金额直接就错了。一旦金额错了，整个官司就得推倒重来，不仅要重新起诉、重新排队，时间耽误了，律师费也白花了，租客还能继续的白住在你家里面，想想都肉疼。那为什么支票就安全呢？因为支票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存，你说了算，主动权完全在你的手里。但是料或电汇一到账，您就没法改。租客随便转点钱，就能让您整个流程作废。听我的，从签合同开始，就要求租客付支票，要么送支票，要么送现金。千万别再碰 Zelle 和电汇了。很多人以为当房东就是买房、等收租、财务自由，现实却完全不是这样的。租客不交钱，不能说赶走就赶走。很多的州偏向租客的保护，通知、排期、开庭执行，少则2到3个月，多则半年。地税、物业、维修，全部是你自己扛。房子坏了，全是你的责任。空调坏，屋顶漏水，下水道堵，合同里面写房东负责，就等于是你买单。半夜11点接到维修电话，你习惯就好。驱赶的流程超级的长，一个环扣一个环，不是一句话让租客滚就这么简单，是法律的程序加上时间的成本，还有精神的折磨。金钱的压力是一刀，心理的消耗才是压垮房东的那根稻草。HOA 无形的监管者，禁止短租，禁止改颜色，停车位有限，各种的罚款。想通过装修提升回报吗？HOA 一句禁止，你就没辙了。远程的房东等于24小时的客服，跨州跨时区，查房难，找工人难，处理纠纷更难。很多人的情况演变成白天上班，晚上处理租客的事情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先把当地的法规吃透，驱赶的流程、周期、成本都得提前的知道。筛查租客宁缺毋滥，收入、信用背景，逐项的去核实清楚。合同里面写得越详细，越能少踩坑。远程房东请物业经理收租、催款、维修、临时处理，你少赚一点钱，换一整个好的睡眠。在美国，出租房屋有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房屋管理。每个地区都有专门的房屋管理公司，许多有工作的人忙不过来，买了投资房之后懒得自己管理，就委托管理公司来出租。当然，跟买卖房屋一样，管理公司也必须要有执照。而房地产经纪人通过执业的公司也可以进行房屋管理。当然，美国房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，跟国内的大不一样。比如说，国内的住宅没有装修，照样可以出租。美国是不行的。在国内，如果租客不付房租，你就可以断水断电，驱走租客出门。但是在美国，你这样做的话就是违法的。在国内，你可以在广告中写只租给女性，在美国这样的话就叫做性别歧视，会吃官司的。在国内，出租房的热水器坏了，你可以不用管，但是在美国，这是你房东的职责，不去维修你就违约了。
在美国，有一些州的法律还规定，如果租客失业了，付不起房租，3个月之内你就不能赶他们出门。总之，如果不了解本地的法律规定，房东是很容易违法，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买了美国的房产之后，自己管理房屋，感觉挺不容易的，尤其是想要获得好的投资回报。还真得勤动脑，多费心才行。随时了解租金的动态行情，租金太高无人来租，房屋空置率就高，这样会损失金钱。租金太低的话，想来租的人虽然多，但是您仍然损失了金钱。所以，了解房屋的租金的市场行情是当好包租婆的首要任务。您可以在房屋租赁网站收集房屋的信息，了解租金的实时行情，掌握投资房的地点、新旧、布局、面积和租金的水平。认真的筛选租客。在美国，房东不能因为租客的肤色、种族、性别、年龄、身体的状况，比如残疾、家庭的情况，比如小孩多等原因拒绝出租，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。如果出租的广告中出现这些字眼，你很可能就会当上被告。但是你可以拒绝租客带宠物，你也可以拒绝信用不好，或者是你认为收入不稳定的租客。出租房子之前，房东要对租客做一个小小的背景调查，也就是让租客填一份租房申请表，上面有一堆问题要租客来回答，比如他的工作单位、收入的状况、家庭的成员，还有联系方式等等。而且他必须向你提供社会安全号，通过这个号码，你可以上网查询他的信用状况。如果他的信用分数很差，那就说明他成为你租客以后，不付房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。出租的合同一定要约定清楚。当决定出租之后，双方要签订一份出租合同，将来发生争议，依白纸黑字所写为准。在美国，水费、电费、气费这些公用设施的费用，租金内是否包括垃圾费和剪草费？是否准许带宠物入内？入住的成员有几位？以及姓名等等，都必须在合同中写明清楚。有些老式的公寓楼，由于电表、水表没有单独的设置，租金通常都是包括，跟宾馆一样。较新的公寓楼水表、电表已经单独设置，租金则不包括。投资独立房的好处是，垃圾费、剪草费基本上都是租客自己支付，甚至室内的部分设施的维修费用，比如冰箱、洗衣机，也可以约定是租客的责任。租期的长短也是需要商议的，通常租期的越短，房东花费在清洁的地毯、粉刷墙面等方面的费用就越高，空置率也会高一些，所以房东都希望租期越长越好。一般投资房都要求至少1年的租期，租约满了以后，如果房客继续留住，经房东的同意后，可以不再签合同，依然适用以前的合同。但是合同的性质由从前的变成了现在的，两者的不同之处是，前者在短期内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，而后者只要提前30天通知对方，房东和租客都可以终止合同。合同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，就是约定违约责任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。比如可以在出租合同中约定，每个月的第1天是收租日，逾期3天，也就是
第4天开始就要收取延期的支付费，逾期7天，房东就可以选择终止合同，要求租客搬离，或者选择租期内的全部租金到期，要求租客即时支付全部的租金。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房屋的押金，美国叫做 damage deposit， 数量跟国内的一样，差不多或者略低于1个月的租金。如果租客带有宠物，你可以收取宠物费，这个费用跟押金是不一样的，通常是不予返还的。宠物费如果是一次性收取的，一般是一只宠物200到300美元；如果是按月收取的话，一般是一只宠物20到30美元。租客在签订出租合同入住后，房东还需要注意查看名字是否已经及时更换到租客的名下。你可以打电话询问 utility 公司，如果还没有，你得尽快的催租客的办理，否则这个期间发生的水费、电费、气费就是房东承担了。维护保养并及时的修理损坏的设施。房屋是房东的财产，所以房屋的保养和维护是房东的责任。如果不事先在合同中约定，按照美国的法律，房屋内所有的设施的维护则是房东的责任。对老美而言，空调、暖气和热水器是不能有故障的，这些坏了一定是由房东负责任维修的。如果不及时的修理，租客可以终止合同，搬走或者是自行修理之后，将费用从租金中扣除。碰到一些小问题，可以学着自己维修，比如纱窗坏了，去花$5就买回来一大块，自己弄上去就行了。比较专业的问题，比如空调或热水器不工作了，就只能请专业的公司。美国的人工费很贵，专业公司仅上门检查一下也要收取70到80美金，所以你得注意收集不同公司的服务质量和收费信息，以便选择一家服务最好、收费最低的公司。在美国，房屋的保养维修费用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比如屋顶每隔15到20年就要更换一次，寿命最长的屋顶也只有30年。而一个1200英尺的独立房换一次房屋至少就要$3000。由于部分地区的房子是木质结构，所以每年你还需要注意防白蚁、防霉，否则损坏了房屋的结构，损失就大了。种树也很讲究的，有些树的根太大太粗，你不能把它种得离房屋太近了，否则日久天长，它会破坏您的下水道，树枝断了也会砸到你的房顶，危及人身安全。所以呢，一旦发现这种风险，你就要请人来修剪树枝，或者干脆砍掉整棵树，这些都得花钱。区别对待拖欠房租的租客。每个月的1号是大多数雇主给雇员发工资的日子，我们也把这一天定为收租的日子。包租婆的朋友有2栋小公寓，住的基本上都是美国的穷人。以前的房东曾经告诫他，你不能等着他们寄支票，你必须上门收取，因为有些人根本就没有银行账户，没有支票，你晚几天去收，他们就已经把钱花光了，没钱给你了。可就算按时上门收租，8户人家当中，每月都能顺利支付租金的，也差不多只有一半，其余的一半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，要还几天，或者分次支付。有些人宁可支付延迟支付费$25。碰到这种情况，需要区别不同情况的处理。风险小的租客，有些人平时信用很好，突然
某个月因为某种原因暂时没有钱支付房租，对待这种人，你给他机会，让他筹钱就是了。风险中等的租客，比如是家庭困难或者是暂时没找到工作的租客，可以找他们认真的谈谈。如果只是一时的窘迫，可以适当的缓房租，不必把关系搞僵。如果真的发现他们没有支付的能力了，好好的商量，让他们搬走，这样就不用上法庭了，房东的损失也就小一些。风险大的租客，如果碰到一个赖账的家伙，成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，房租今天拖到明天，明天拖到后天，还编不同的故事。租房最怕就是这种人，他赖着不走，那么你就只能打官司请他搬走了。遇到老赖必须尽快的上法庭，美国一样是有老赖的，对付他们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上法庭。好在这种官司的程序比较简单，一般人不能请律师也能对付。一般从立案到判决也就1个月的时间，这种小额的民事法庭的法官每天都要处理几十个案子，法官其实早就掌握了赖账房客的心理了。有些租客说他不付房租的原因是因为房东不修损坏的设施，法官就说他，如果他不修，你可以主动终止合同搬走啊，你不能既不搬走又不付租金，对吗？结果基本上都是老赖输掉官司。如果最终租客拒不执行判决的话，房东可以叫警察来赶他走，但不要自己去赶他，不要去惹怒他们，否则吃亏的是自己。在美国买房后，出租能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。美国政府允许海外投资者出租自己所购买的房产，从中获得收益，可谓是一笔稳定的投资回报。了解了美国房屋出租管理，是不是觉得包租的房子更让人省心呢？在美国做房东其实不是难，而是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不难了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就很难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，请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。感谢支持，欢迎订阅。